你知道吗？今年除夕这顿饭吃对了，全家添福；吃错了，来年遭殃。我今天把这个话讲出来，能看到这里的都是有缘人。到了老天要我点醒你的时候了。很多人一到过年，那是兴奋不得了，年夜饭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，什么山珍海味都往上端，觉得越丰盛越好，越贵越有面子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不叫过年，你这叫糟蹋，你这是在给自己全家招灾。尤其是有5样东西，你要是不懂规矩，把它们端上桌，那你真是拿全家人的福气在开玩笑。为什么我说话这么重？因为我不忍心看你们走弯路啊。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年夜饭这顿饭有多重要？西方人过新年，那是 Happy New Year， 是狂欢，是喝酒跳舞。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，我们叫过年。过是什么？过是过关。你看那个年兽的传说，年兽来了，你要是不懂规矩，他就把你吃掉；你懂规矩，他就绕着你走。这个年夜饭就是你跟老天爷的一场对话。你桌上摆的每一道菜，都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想要什么，我明年怕什么。你摆对了，老天爷点头，给你开绿灯；你摆错了，老天爷摇头，给你设路障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来老祖宗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。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现在的人越过越累？为什么有些家庭年年过年，年年不顺？你以为是运气不好，我告诉你，是你自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请进门了。你看那个苦瓜，你看那个咸菜，你看那个狗肉，这些东西你要是不懂它背后的道理，你就是在往火坑里跳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天机给你们彻底捅破。年夜饭有5样东西，你碰不能碰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易经里讲的，是风水学里讲的，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。你听懂了，你照着做了，你明年就顺。你不听，你还是按照老样子来，那你就等着吃苦头吧。我们先来讲第1样不能碰的东西，苦瓜。你说苦瓜不是挺好的吗？夏天吃了清热解毒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年夜饭不是普通的一顿饭，它是有讲究的。苦瓜这个苦字，它跟苦难的苦是一个字。你在除夕这一天，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关键时刻，你把一盘苦瓜端上桌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吃苦，我明年要受难。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话讲究一个口采。什么叫口采？就是你说什么就会来什么。你说吉祥话，吉祥就来；你说晦气话，晦气就来。你吃什么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吃苦的，你就会遇到苦的事；你吃甜的，你就会遇到甜的事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心理学，是能量学。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家里条件不错，但是每年过年都不顺。有一年他来问我，说老师，为什么我们家年年过年都要出事？不是老人生病，就是孩子受伤，要么就是生意上出问题。我就问他，你们家年夜饭都吃什么？他说也没什么特别，就是家常菜。我再问有没有苦瓜，他一愣，说有啊，我妈妈特别喜欢吃苦瓜，每年都要做一道苦瓜炒蛋。你看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他妈妈喜欢吃苦瓜，这是他的口味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不能在除夕这一天吃，你不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把苦味带进来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，今年除夕不要做苦瓜了，换成别的菜。他听了我的话，那一年除夕没有做
瓜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一年他们家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，生意还做得特别好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家再也不在除夕吃苦瓜了。这就是规矩，这就是讲究。你不要小看这一道菜，它背后藏着的是你全家人一整年的运势。第二样不能碰的东西是梅菜。你说梅菜扣肉不是很好吃吗？是啊，平时吃没问题，但是除夕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梅菜的梅字，它跟霉运的霉是谐音。你在除夕这一天吃梅菜，你这是在给自己招霉运，你这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倒霉。我们中国人最讲究谐音。你看过年的时候，我们要吃鱼，为什么？因为鱼跟鱼谐音，年年有余。我们要吃饺子，为什么？因为饺子像元宝，招财进宝。我们要吃汤圆，为什么？因为汤圆是圆的，团团圆圆。这些都是好的谐音，好的寓意。但是梅菜呢？梅菜是霉运，是晦气。你把它端上桌，你就是在往家里引晦气。而且梅菜是腌制的，是咸的，是发酵过的。在风水学里，腌制的东西代表什么？代表陈旧，代表腐败，代表过去的东西。你在辞旧迎新的时候吃腌制的东西，你这是在抱着旧的不放，你这是在拒绝新的到来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例子。我认识一个老板，他做生意做得挺大的，但是有一年突然就垮了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好好的生意说垮就垮了，就像中了邪一样。我就问他，你去年除夕吃了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说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我老婆做了一道梅菜扣肉，我特别喜欢吃，还吃了好几块。你看，又是这个问题。他喜欢吃梅菜扣肉，这是他的口味，但是他不应该在除夕吃。我跟他说，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招的霉运，你在除夕那天吃了梅菜，就等于你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倒霉。老天爷听到了，就给你安排了。他听了以后恍然大悟，后悔不已。所以我说，梅菜这个东西，平时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但是除夕这一天，你千万不要碰。你要是真的喜欢吃，你等到初二、初三再吃，那时候年已经过了，新的气场已经建立起来了，你吃什么都没关系。但是除夕这一天，你一定要守住规矩。第三样不能碰的东西是咸菜。咸菜跟梅菜有点像，都是腌制，但是咸菜的问题更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咸菜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它代表的是贫穷，是困苦，是没有办法的选择。你想想看，什么人吃咸菜？是那些没钱买新鲜菜的人，是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。你在除夕这一天，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，你把咸菜端上桌，你这是在告诉老天爷什么？你这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很穷，过得很苦，我明年还要继续穷下去。老天爷一看，好啊，你自己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结果呢，你明年真的就穷了，真的就苦了。这不是我吓唬你们，这是真的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有些家庭年年过年都要吃咸菜，他们觉得这是传统，这是习惯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从他们祖辈那个年代来的。那个年代穷啊，没有新鲜菜吃，只能吃咸菜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们有条件了，我们可以吃新鲜的菜了。为什么还要抱着那个穷的习惯不放？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行为会塑造你的命运。你总是做穷人做的事，你就会变成穷人；你总是做富人做的事，
你就会变成富人。这不是说你要去装，要去摆阔，而是说你要有那个心态，要有那个格局。你在除夕这一天，你就要摆出一副富贵的样子，你就要吃新鲜的、营养的、寓意好的菜，你才能把富贵的气场吸引过来。所以咸菜这个东西，你平时爱吃就吃，但是除夕这一天，你一定要把它从桌上撤下来。你要换成什么？换成新鲜的蔬菜，换成那些绿油油的、水灵灵的、充满生机的菜。你看那个生菜多好，生财生生不息。你看那个芹菜多好，勤快勤劳致富，这些才是你应该在除夕吃的东西。第4样不能碰的东西是狗肉，这个可能有些人不服气，说狗肉不是很补吗？冬天吃狗肉不是很好吗？是啊，狗肉是补，但是你不能在除夕吃。为什么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，它代表的是忠诚，是守护，是朋友。你看那个成语犬马之劳，你看那个故事一犬救主，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你在除夕这一天吃狗肉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背叛你朋友，你这是在吃掉你的忠诚。这在风水学里叫食疫，是大忌。你吃了狗肉，你就会在明年遇到背叛，可能是你的朋友背叛你，可能是你的员工背叛你，可能是你的合作伙伴背叛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先背叛了，你自己先吃掉了那个忠诚，老天爷就会让你尝到被背叛的滋味。这叫因果，这叫报应。第2个原因，狗这个字，它容易让人联想到苟且、狗急跳墙这些不好的词。你在除夕吃狗肉，你就是在给自己招口舌是非，招小人陷害。我见过很多人，他们就是因为在除夕吃了狗肉，结果第2年官司缠身，是非不断，搞得焦头烂额。所以狗肉这个东西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吃，你平时吃，但是除夕这一天，你一定不要碰。你要尊重那个忠诚，你要尊重那个守护。你把狗肉换成什么？换成鸡肉，鸡是吉祥，大吉大利。换成鱼肉，鱼是富余，年年有余。换成猪肉，猪是福气，肥头大耳。这些才是你应该在除夕吃的肉。第5样不能碰的东西是鱿鱼。你说鱿鱼不是海鲜吗？海鲜不是很贵很好吗？是啊，鱿鱼是好东西，但是你不能在除夕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鱿鱼的鱿字，它跟忧愁的忧是谐音。你在除夕吃鱿鱼，你这是在给自己招忧愁、招烦恼。我们过年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开心，是为了快乐，是为了把过去1年的烦恼都忘掉，迎接新的1年的美好。你在这个时候吃鱿鱼，你这是在提醒自己，我有忧愁，我有烦恼。这个负面的信息但进入你的潜意识，它就会在明年断的显化出来，让你真的遇到忧愁和烦恼。而且鱿鱼这个东西，它的形状也不好。你看它那个触须软趴趴的，乱七八糟的，像什么？像你的思绪混乱，像你的生活一团糟。你在除夕吃鱿鱼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过得乱七八糟。老天爷一听，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乱。所以鱿鱼这个东西，你要是真的喜欢吃海鲜，你换成别的，你吃虾，虾是活蹦乱跳，代表生机勃勃。你吃螃蟹，螃蟹是横行霸道，代表你在你的领域里
称王称霸。你吃贝类，贝类是打开的，代表你的心胸开阔，财路大开，这些才是你应该在除夕吃的海鲜。好，这5样不能碰的东西我都讲完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苦瓜、梅菜、咸菜、狗肉、鱿鱼，这5样东西，除夕这一天你碰都不要碰。你要是不听，你就等着明年吃苦头吧。但是光知道不能吃什么还不够，你还要知道应该吃什么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除夕这一天有8道菜是你一定要吃。这8道菜不仅好吃，而且寓意好，能给你全家带来福气和好运。第一道菜叫金玉满堂，这道菜怎么做？很简单，用虾仁和各种颜色的蔬菜丁炒在一起，然后摆成菠萝的形状。你看那个颜色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白的，5颜6色，像不像金银珠宝？这就叫金玉满堂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财源广进，我明年要金玉满堂。而且这道菜用的是虾仁，虾是活蹦乱跳的，代表生机勃勃；蔬菜是新鲜的，代表生生不息。你把这些好的东西吃进肚子里，你就把那个好的能量吸收进来了。做这道菜有个诀窍，就是虾仁一定要用料酒和盐腌制一下，去腥提鲜；蔬菜一定要焯水，保持脆嫩。最后勾芡的时候，水淀粉要少放，不要太稠，要让每一颗虾仁、每一粒蔬菜都裹上薄薄的层，晶莹剔透，像玉一样。这样做出来的菜不仅好看，而且好吃，寓意还好。第2道菜叫鲍鱼鸡翅，这道菜厉害了。鲍鱼的鲍跟包谐音，包罗万象，包藏好运。鸡翅的鸡跟吉谐音，吉祥如意，大吉大利。你把这2样东西放在一起，那就是把所有的好运、所有的吉祥都包进来了。这道菜做起来也不难，你把鸡翅腌制一下，煎到2面金黄，鲍鱼处理干净，也煎一下，然后把它们放在砂锅里，加上姜蒜、杏鲍菇、葱头，还可以放点地瓜条或者土豆条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小火慢炖，炖到鸡翅软烂，鲍鱼入味，那个香味啊，能把隔壁邻居都馋过来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好运连连，我明年要吉祥如意。而且这道菜用的是砂锅，砂锅是土，土能生金，土能聚财。你用砂锅炖出来的菜，那个能量是最足的，那个福气是最大的。第3道菜叫花开生财，这道菜其实就是白灼生菜，但是摆盘要讲究，要把生菜摆成花开的样子。生菜的生就是生财，就是生生不息。你在除夕吃生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财源滚滚，我明年要生意兴隆。做这道菜最简单了，水烧开，加点油，把生菜烫10秒钟，捞出来过凉水，然后摆盘。摆的时候要用心，要把生菜一片一片的摆成花瓣的样子，中间留个空，像花蕊一样，然后用蒜末爆香，加蚝油和生抽淋在生菜上。这道菜一上桌，那个绿油油的颜色，那个清清爽爽的味道，让人一看就有食欲，一吃就觉得舒服。而且这道菜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解腻。你除夕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，肯定会觉得腻，这时候来一盘生菜，清清肠胃，顺顺气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所以这道菜不仅寓意好，而且实用，
是除夕必备的道菜。第4道菜叫萝卜酿肉，这道菜也叫花开富贵。你把白萝卜切成薄片，中间夹上肉馅，摆成一圈，中间打个鸡蛋，蒸熟了，撒上葱花和小米辣，淋上热油和料汁。这道菜一上桌，那个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花，寓意花开富贵，富贵满堂。萝卜在我们中国文化里，它代表的是彩头。你看那个萝卜的卜，它跟卜卦的卜是一个字，代表预测，代表好兆头。你在除夕吃萝卜，你就是在给自己讨个好彩头，讨个好兆头。而且萝卜是白色，白色在五行里属金，金就是钱，就是财。你吃萝卜，你就是在吃财。在西京做这道菜有个关键，就是萝卜片一定要切得薄，但是不能切断，要连着，这样夹肉馅的时候才不会散。肉馅要调得香，要加葱花、生抽、蚝油、淀粉、盐、13香、料酒，充分抓匀。蒸的时候要大火蒸15分钟，让肉馅完全熟透。最后淋热油的时候，油一定要烧得很热，这样才能激发出葱花和小米辣的香味。第5道菜叫清蒸鲈鱼，这道菜是除夕必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鱼跟鱼谐音，年年有余。你除夕不吃鱼，那还叫过年吗？但是这道菜不是随便蒸一条鱼就行了，它要摆成孔雀开屏的样子，寓意好运来。富贵险做这道菜要有点技术，你把鲈鱼洗净，切成3段，鱼头、鱼身、鱼尾。鱼身要切花刀，但是不能切断，要连着，然后摆盘，摆成孔雀开屏的样子，放上姜片和料酒，腌制15分钟，去腥，然后洗净，再放上姜片，大火蒸6到8分钟，蒸好了，把姜片拿掉，放上葱丝和小米辣圈，浇上料汁，再泼上热油。这个料汁很关键，你要用小葱、香菜、生姜、洋葱，用热油炒出香味，加水，加生抽，淋1圈醋。这个料汁又鲜又香，浇在鱼身上，那个味道绝了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年年有余，我明年要富贵显达。第6道菜叫豉油鸡，这是广东人过年必做的一道菜。鸡跟吉谐音，大吉大利。而且这道菜的做法很特别，是用豉油来煮的。豉油是黑色，黑色在五行里属水，水能生财。你吃豉油鸡，你就是在吃吉祥，在生财。做这道菜要用土鸡，土鸡的肉质紧实，味道鲜美。你把鸡擦干，放进热油里煎到2面金黄，然后放入葱姜蒜，煎出香味，倒入生抽、老抽、高度白酒，放黄片糖，加热水，煮开后转中小火焖煮20分钟，期间要给鸡翻面，让它均匀入味。最后开大火收汁，把汤汁不断淋在鸡皮上，直到表面红亮。这道菜做出来，那个颜色红红亮亮，像宝石一样，那个味道又咸又甜，又香又嫩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红红火火，我明年要大吉大利。第7道菜叫山楂排骨，这道菜很有意思，是把山楂和排骨一起红烧。山楂是红色的，红色代表喜庆，代表红火。排骨是肉，
肉代表富足，代表丰盛。你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，那就是红红火火，富足丰盛。做这道菜要先把排骨焯水，去掉血沫，然后炒糖色，把排骨炒上色，加料酒、生抽、老抽，翻炒均匀，放入姜片、葱段、八角、香叶，倒入一半的山楂，加水没过食材，小火焖煮40分钟，最后加入另一半山楂和盐，大火收汁。这道菜做出来，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特别开胃，山楂的果香和排骨的肉香融合在一起，让人闻着就流口水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告诉老天爷，我明年要红红火火，我明年要幸福团圆。第8道菜叫橙汁山药地瓜球，这道菜是甜品，也叫金玉满堂。你把山药、紫薯、红薯蒸熟，压成泥，团成小球，摆成自己喜欢的造型，然后用橙汁、白砂糖、清水煮成浓稠的汤汁，浇在球上，最后点缀一点香菜，那个颜色黄白紫绿，像金玉一样，寓意金玉满堂。这道菜不仅好看，而且好吃，还健康。山药补脾胃，紫薯抗氧化，红薯通便秘，橙汁补维 C。你在除夕吃这道菜，你就是在给自己和家人补充营养，补充能量。而且这道菜可以提前做好，不怕放凉，上桌的时候直接浇汁就行，特别方便。好了，这8道吉祥菜我都讲完了，你们记住了吗？金玉满堂、鲍鱼鸡翅、花开生财、萝卜酿肉、清蒸鲈鱼、豉油鸡、山楂排骨、橙汁山药、地瓜球，这8道菜，你除夕做上桌，你全家明年就顺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做这些菜的时候，你要用心，要带着祝福，要带着爱。你不能只是机械的照着菜谱做，你要在做的过程中想着你的家人，想着你对他们的祝福，想着你对明年的期盼，这样做出来的菜才有能量，才有灵性，才能真正给你全家带来福气。最后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道理，年夜饭这顿饭，它不仅仅是吃，更重要的是团圆，是和气，是感恩。你桌上的菜再好，如果你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吵吵闹闹，勾心斗角，那这顿饭就白吃了，不仅没有福气，反而会招来灾祸。所以除夕这一天，你一定要做到3件事。第一，不说不吉利的话，什么死、病、穷、倒霉这些字，你一个都不能说，你要说吉祥话，说祝福的话，说让人开心的话。你看到父母，你要说，爸妈，你们辛苦了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你看到孩子，你要说，宝贝，你真棒，祝你明年学业进步，心想事成。你看到配偶，你要说，老婆老公，谢谢你这一年的付出，明年我们一起更好。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的能量很大。你说出来，你自己听到了，你的家人听到了，老天爷也听到了。这些好话就像种子一样，种在你们全家人的心里，到了明年就会开花结果。第二，不吵架，不生气。除夕这一天，哪怕天塌下来，你也要忍着，你也要笑着。你跟父母有矛盾，忍一天；你跟配偶有矛盾，忍一天；你跟孩子有矛盾，也忍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新年的第一天。这一天的气场会影响你整整一年，
你在这一天吵架，那个怨气、那个戾气就会跟着你整年。你明年做什么事都不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在除夕那天种下了不顺的种子。反过来，你在这一天忍了，你笑了，你和气了，那个和气就会跟着你一整年。你明年做什么事都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除夕那天种下了顺利的种子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感情一直不好，经常吵架。有一年除夕，他们又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了，越吵越凶，最后老婆摔门而出，跑回娘家去了。那一年，他们的生意垮了，孩子也出了事，两个人差点离婚。后来他们来找我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你们在除夕那天吵架了，你们把那个和气给破坏了。他们听了以后很后悔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很简单，明年除夕你们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吵架，都要和和气气的过。第二年除夕，他们真的做到了。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小摩擦，但是他们都忍住了，都笑着化解了。那一年，他们的生意起死回生，孩子也考上了好学校，两个人的感情也变好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除夕和气的力量。你不要小看这一天，这一天就是你全家人一整年的缩影。你这一天过得好，你这一年就过得好。你这一天过得不好，你这一年就过得不好。第三，要感恩。除夕这一天，你要感恩你的父母，感恩你的配偶，感恩你的孩子，感恩所有帮助过你的人。你不要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，没有什么是应该的。你的父母养育你，你的配偶陪伴你，你的孩子给你带来快乐，这些都是福气，都是恩情。你要在除夕这一天，当着全家人的面，说出你的感恩。你可以说，爸妈，谢谢你们把我养大，谢谢你们这一年对我的照顾。你可以说，老婆老公，谢谢你这一年的辛苦，谢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。你可以说，孩子，谢谢你来到我们家，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快乐。这些话说出来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变软了，你的眼睛湿润了，你的家人也感动了。这种感恩的能量会在你们全家人之间流动，会把你们的心连在一起，会让你们的家变得更加温暖，更加和谐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感恩是最大的福报。你越感恩，你就越有福气；你越抱怨，你就越倒霉。为什么？因为感恩是一种正能量，它会吸引更多的好事来到你身边。抱怨是一种负能量，它会吸引更多的坏事来到你身边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法则，是吸引力法则。所以除夕这一天，你一定要做到这3件事：说吉祥话，不吵架，要感恩。你做到了，你这顿年夜饭才算真正吃对了，你明年才会真正顺利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知道有些人心里还有疑问。教授，你讲了这么多，都是让我们注意这个，注意那个，好像过个年比打仗还累，我们就不能轻松一点吗？各位，你们又错了。我讲这些规矩，不是为了让你们累，而是为了让你们明年轻松。你想想看，你除夕这一天累一点，注意一点，换来的是明年一整年的顺利，这笔账划不划算？当然划算啊！而且这些规矩其实一点都不累，都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你不吃那5样东西，你就多吃别的；你做那8道吉祥菜，你就少做几道别的；你说吉祥话，你就少说几句废话；你不吵架，你就多忍一会儿；你感恩，你就多说几句真心话；
这些事情哪一样累了都不累，对不对？真正累的是什么？是你明年不顺的时候，你到处求人，到处找关系，到处花钱消灾，那才叫累。你现在除夕这一天注意一点，你就能避免明年那些麻烦。你说这是不是最划算的投资？所以我说，聪明人都会在除夕这一天好好过，认认真真的过，按照规矩来过。只有那些糊涂人才会觉得这些都是迷信，都是麻烦，然后随随便便的过。结果呢，聪明人明年顺风顺水，糊涂人明年磕磕绊绊，到时候糊涂人才会后悔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听教授的话了，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过了就是过了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是做生意的，生意做得挺大。有一年他来听我的课，我就跟他讲了这些除夕的规矩。他听了以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决定试一试。那一年除夕，他按照我说的，不吃那5样东西，做了那8道吉祥菜，说吉祥话，不吵架，还特别感恩了他的父母和妻子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第2年，他的生意突然就起飞了，他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赚了几百万，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跑来问我，教授，这是不是巧合啊？我跟他说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因果。你在除夕那天种下了好的因，现在你收获了好的果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年除夕都按照这些规矩来过，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现在已经是身家上亿的老板。他经常跟别人说，我今天的成功一半是靠努力，一半是靠除夕那顿饭吃对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除夕的力量，这就是规矩的力量。你不要小看这一顿饭，这一顿饭吃对了，你明年就顺；吃错了，你明年就不顺。这不是我吓唬你们，这是真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除夕这顿年夜饭有5样东西不能碰：苦瓜、梅菜、咸菜、狗肉、鱿鱼。这5样东西你碰了，你就是在给自己招灾、招祸、招霉运。有8道菜一定要吃：金玉满堂、鲍鱼鸡翅、花开生财、萝卜酿肉、清蒸鲈鱼、豉油鸡、山楂排骨、橙汁山药地瓜球。这8道菜你吃了，你就是在给自己招财、招福、招好运。还有3件事一定要做：说吉祥话，不吵架，要感恩。这3件事你做了，你就是在给全家人种福田、种善因，明年就会收获善果。你把这些都做到了，你这顿年夜饭就算吃对了，你明年就会顺风顺水，财源滚滚，阖家幸福。你做不到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命，个人有个人的福。但是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了，你听到了，你就有责任去做。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恩师传给我的，现在我传给你们：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安心，为了安神，为了安家。你吃对了，你的心就安了，你的神就定了，你的家就稳。你吃错了，你的心就乱了，你的神就散了，你的家就垮了。所以除夕这顿年夜饭，你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吃，恭恭敬敬的吃，开开心心的吃。你不要只顾着低头吃菜，你要抬起头来看看你的家人，跟他们说说话，跟他们笑一笑。你要记住，这顿饭不是你一个人在吃，是你们全家人在一起吃。这顿饭吃的不是菜，是团圆，是亲情，
是福气。你把这顿饭吃好了，你这一年就过好了。你把这顿饭吃坏了，你这一年就过坏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，是用无数人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的真理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希望每一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，都能够在除夕这一天，认认真真的准备这顿年夜饭，开开心心的吃这顿年夜饭，和美美的过这个除夕夜。记住，年夜饭吃对了，全家添福；吃错了，来年遭殃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天道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传下来的生存智慧。你信，你做，你就会受益无穷；你不信，那也是你的选择。个人有个人的因果。最后祝大家除夕快乐，阖家幸福，来年顺遂，财源广进。你们要记住，过年不是一天的事，是一整年的事。你除夕这一天怎么过，你明年一整年就怎么过。你除夕这一天吃什么，你明年一整年就会遇到什么。这是能量的法则，是因果的法则，是宇宙的法则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好好准备你的年夜饭了。你要去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，你要用最干净的锅碗瓢盆，你要用最虔诚的心来做这顿饭。你做饭的时候，要想着你的家人，要想着你对他们的爱，要想着你对明年的期盼。你做出来的每一道菜都要摆得漂漂亮亮，都要有好的寓意，都要让人看了就开心，吃了就舒服。你上菜的时候要一道一道的介绍，要告诉家人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，有什么寓意，为什么要在除夕吃。你这样做，你的家人会感受到你的用心，会感受到你的爱，感受到这顿饭的特别。他们吃这顿饭的时候，就不只是在吃菜，而是在吃你的祝福，在吃你的爱，在吃你对这个家的责任和担当。这样的年夜饭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年夜饭，才是真正能给全家带来福气的年夜饭。好了，我真的要结束了，但是在结束之前，我还要再强调一遍，除夕这5样东西千万不能碰：苦瓜、梅菜、咸菜、狗肉、鱿鱼。你记住了吗？你要是记不住，你就把这篇文章收藏起来，除夕那天拿出来再看一遍。你要是真的听我的话，照着做了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找我跟我说，教授，您说的对，我去年除夕按照您说的做了，今年真的顺了很多。那时候我会为你高兴，会为你骄傲，因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是一个懂得敬畏天地的人，是一个值得被祝福的人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是我压箱底的，本来不想讲的，但是今天看你们这么有缘，我就破例讲一次。除夕这一天有一个时辰特别重要，这个时辰就是子时，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。这个时辰是一天的开始，也是一年的开始，是阴阳交替的时刻，是能量最强的时刻。在这个时辰里，你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给父母敬茶，你端一杯温热的茶，跪在父母面前说，爸妈，你们辛苦了，喝杯茶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叫孝道，这叫传承，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美德。第二，给孩子压岁钱，你把准备好的红包双手递给孩子，说，宝贝，这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压岁钱，
祝你明年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。这叫慈爱，这叫祝福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深的期盼。第三，跟配偶说一句真心话。你看着你的配偶，握着他的手，说谢谢你这一年的陪伴，明年我们一起更好。这叫恩爱，这叫承诺，这是夫妻之间最珍贵的情感。你在子时做了这3件事，你就把这一年的福气都接住了，你就把明年的好运都锁定了。这是我能教给你们的最后一个秘密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秘密。好了，这次真的结束了。祝大家除夕快乐，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记住，年夜饭吃对了，全家添福；吃错了，来年遭殃。这是天道，这是真理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。你信，你做，你就会受益；你不信，那是你的选择，但不要后悔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苦瓜、梅菜、咸菜、狗肉、鱿鱼这5样东西，除夕千万不要碰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再见。